当马六甲海峡随着东亚经济腾飞，依靠黄金航线日进斗金时，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2个问题：是否能找到比马六甲海峡更短的航道？是否可以建设一个取代新加坡的港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打开了世界地图，在看到泰国的那一刻，答案呼之欲出。如果能凿通海峡北方的克拉地峡，那么中东到东亚的航线将至少缩短1000公里。运河两端的泰国港口将取代新加坡，成为亚洲最重要的物资中转站。克拉地峡的最窄处仅56公里，以人类的技术，在19世纪就有机会完成这项工程。然而，近2个世纪过去了，克拉地峡运河项目依旧毫无起色。泰国为何不把这棵梦中的摇钱树变为现实？背后的逻辑远比想象的复杂。克拉地峡位于泰国南部，最宽处为190公里，而最窄处仅为56公里。同克拉地峡运河相比，途经马六甲海峡前往东亚不仅要多走上千公里，在当初还要面对东南亚海盗的威胁。正因为如此，早在马六甲海峡还未登顶时，泰国人就已经开始考虑克拉地峡运河计划。第一个提出克拉地峡运河构想的是暹罗国王拉玛五世，他在位时正值第2次工业革命。凭借着新技术，人类于1869年修建了苏伊士运河，而沟通大西洋与太平洋的巴拿马运河也于1880年破土动工。在拉玛五世看来，自家的克拉地峡同样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因此他借着东方巴拿马的噱头，开始游说列强投资这项工程。然而，在当时有条件投资克拉地峡运河的只有英国，但对于英国而言，比起自己无法完全控制的暹罗，继续建设新加坡殖民地，不仅能让自己稳定的获得更多的收益，而且也能更方便的同控制了印尼的荷兰进行殖民竞争。于是，运河工程不得不就此作罢。1910年，拉玛五世抱憾而终。在他死后，连续多位泰国君主的执政重点都转移到了维持泰国政权的独立上。克拉地峡运河这个设想也成为了无法实现的天方夜谭。不过，随着泰国政权在战后趋于稳定，以及超长待机的拉玛九世上线，克拉地峡运河方案再次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当中。1946年6月9号，年仅19岁的普密蓬阿杜德从自己哥哥手中继承了泰国国王的位置。此时的他还没有想到自己将成为泰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国王。上任之后，普密蓬通过了一系列强化君主权力的法律，成为了拥有巨大能量的实权君主。在稳定统治了泰国近30年后，他开始考虑通过兴建一项伟大的工程来奠定自己在泰国历史上的地位。于是，克拉地峡运河自然而然地走进了他的视野。当时间来到上世纪70年代，拉玛九世普密蓬在开始考虑运河工程时，所面对现状同其先祖拉玛五世已截然不同。随着中东石油的大规模开采以及日韩经济的崛起，东亚已走上了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道路。在这一趋势下，马六甲海峡已经超越了沟通地中海与红海的苏伊士运河，成为全世界最为繁忙的水道。不仅如此，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之后，人类又成功修建了阿尔贝特运河、莫斯科运河等多条长度超100公里的现代运河。从技术上讲，修建克拉地峡运河已没有不可实现的地方。看上去这项工程已完全可以进入正轨，然而在思虑再三之后，如今的国王拉玛九世最终决定无限期搁置这个项目，而理由则是运河之外的一些博弈。日本人的投资建议起初让拉玛九世十分心动，然而当他翻开近100年来其他运河的过往时，所感受到的只有不寒而栗。在过去的100年中，人类修建了许多现代运河，可是所有能平稳运行的运河都是只服务于单一国家的运河。那些造成了航线变动的国际运河，为所在国带来的多半都是灾难。苏伊士运河在修建之初同所在国埃及毫无关系，为了收回苏伊士运河，埃及几乎要冒着亡国的风险，同英法展开了第2次中东战争。巴拿马运河的故事更加惨烈，为了控制这条美洲最重要的水道，美国政府上下一心，策动原属哥伦比亚的巴拿马地区独立。在巴拿马独立之后，美国又同这个自己孵化的小政府签订协议，在事实上吞并了整个巴拿马运河区。拉玛九世被这些血淋淋的教训震惊，又想起来日本人在2战时期绑架泰国进入轴心国阵营时的所作所为。虽然如今的日本看上去人畜无害，但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不仅日本人可能翻脸不认人，其背后的美国也有可能在运河修建完成时趁机介入，复刻其策动巴拿马独立的行动。泰国南部的现状也加重了拉玛九世的担忧。
克拉地峡南方的几个省份并非是泰人的传统聚居区，而是数代泰国王朝向南扩张的结果。随着二战后民族主义的持续高涨，以及马来人为主的马来西亚的独立建国，泰国南部各省的独立趋势日渐增强。运河虽然可以沟通泰国东西海岸，但却从事实上隔绝了地峡南北。修建运河城则可成为不世之功，败却将导致国家分裂。拉玛九世此时已经当了30年泰国国王，在这30年当中，他已经经历了多次政变与革命。泰国王室能身处惊涛骇浪而不倒，其中的艰辛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思虑再三之后，他最终拒绝了日本人的提议，并要求历任泰国政府不得再讨论这项工程。就这样，克拉地峡运河计划在20世纪的故事结束了。然而，随着新加坡的经济水平的持续飙涨，最初的那2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整个亚洲上空：是否能找到比马六甲海峡更短的航道？是否可以建设一个取代新加坡的港口？东方大国的崛起将开启运河故事的下一个篇章。事实证明，拉玛九世在上世纪70年代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没有贸然开启巨型工程，让泰国王室可以在多变的泰国政坛中始终处于一个超然地位。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克拉地峡运河计划却再次出现在了泰国人的视野当中。能让泰国人考虑放弃政权稳定也要修建运河的原因，则都是因为一个字：钱。2004年是拉玛九世继位的第58个年头，在这一年，途经马六甲海峡的石油运输量占到东亚原油进口总量的75%，全球1/4的石油贸易都要途经这条毗邻泰国的黄金水道。依靠着海峡摇钱树，新加坡的人均 GDP 已从1960年的4倍于泰国变为了2004年的10倍于泰国。而负责给新加坡打下手的马来西亚，其经济水平也远超泰国之上。看着邻国继续把持着运河发财，已进入迟暮的泰国国王坐不住了，他并不认为自己当初做出的选择是错误的。然而自己即将离开这个世界，是时候为泰国带来一些变化了。04年开始，泰国他信政府旧事重提，呼吁泰国人再次考虑地峡运河。即使他信于2006年被政变推翻，继任的泰国军政府也没有放弃对地峡运河计划的重启。这一次，他们将游说的目标重点放在了完全独立且经济实力即将超越日本的中国上。可是，在10几年后，中国经济总量已数倍于日本，克拉地峡运河计划依然毫无眉目，原因何在？实际上，中国资本虽然对于大多数海外工程都有着浓厚的兴趣，然而中国政府却从未在克拉地峡运河项目上做出过明确的表态。而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对于中国而言，修建克拉地峡运河需要考虑的事情其实比日本还要多。国际运河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而在这条运河的修建方面，日本与背后的美国才是真正要考虑的事情。如今的泰国虽然是一个独立国家，然而在越南战争期间，泰国曾作为美国的军事合作者，为美国空军提供了多个机场。虽然美国在1975年以后就撤出了所有驻泰美军，然而在这一次军事合作之后，泰美双方就已经建立了非正式的关系。泰国成为美国在亚洲进行联合演习的合作对象之一。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中国贸然开启运河工程，美国的突然介入与搅局并非无稽之谈。而即使美国选择不加阻拦，中国应尊重他国主权的传统，运河产生的大多数收益也会归泰国政府所有。虽然中国也能从航线缩短中收获便利，但是实际上却便宜了不参与工程就需要借用运河的日本。而这2点才是中国不轻易涉足克拉地峡运河项目的真正原因。不过，在10几年的沉寂之后，泰国人也明白，如果无法断绝同美国的合作关系，那么中国不会轻易同泰国合作。而断绝与美国的关系，又会在短时间内为泰国带来动荡。于是泰国人退而求其次，在2023年的最新计划中，泰国人开始放弃运河方案，转而希望通过高铁实现地峡两岸以及泰国核心区的连接。克拉地峡究竟能否在未来变现其广阔前景？关注历史微见，带您持续跟踪。